一盆里边有好几棵的这个龟背竹啊，咱们怎么给它分盆？然后咱们慢慢的能培养出来这种老桩的大叶的这种龟背竹。咱们给龟背竹多棵分株这个最佳季节啊，那么现在几乎已经到了啊，这个开春的时候，植物生长比较快啊，覆盆速度是比较有优势的。咱们给这个花盆是吧，周边磕哒啊，咱们倒扣把这花取出来，取出来以后啊，有很多人说这个根系啊盘的比较厉害。咱们直接把土给它抖搂。如果你的土是黄泥土啊、田园土啊，种植的比较容易板结的，哎，咱们土偏潮湿一点去换啊，土比较容易下啊。如果是黑土啊、泥炭土啊，或者是叶糠那些土不容易板结的啊，咱们偏干一点，咱们再去操作好多土。一般情况下啊，咱们都稍微暴力一点啊，给它这个给它分开。你再小心去操作，它也会伤根啊。咱们抖搂。那么根系缠的特别紧的时候，咱们土球可以什么？可以去敲一敲啊，这样根系就脱土了。咱们给它分株的时候，记录的一个叶片的一个状态啊，尤其是老叶的一个状态。因为你分株重新种植的时候啊，这植物长没长根儿，这个根系换盆以后有没有烂啊，体现在这个老叶上。所以老叶的状态它是支棱的，还是收缩的，还是干瘪的，一定要记住。那么咱们换盆啊，换盆咱们一般选择这种排水透气好一点的塑料盆啊。你用瓷盆的话，咱们底部要垫什么？要垫沥水层，底部加一层陶粒啊，8到10厘米。那么一样啊，咱们换土还是咱们这个重沙沙火土是吧？里边品质泥炭、珍珠岩火山石、树皮配的，咱们直接加底土啊，底土加个大概是1/3到1/2左右。看你龟背竹的这个根系啊，根系比较长的，咱们加花盆的1/3左右。咱们种的时候啊，咱们不要去使劲往下摁啊，这个根系很脆，一摁折了。咱们左手提着点根，右手悬空，哎，就像现在这样啊，中间是空的。咱们把土要给它添实啊，中间不要有空根儿。这个其实也相当于什么？这个其实也相当于这个给龟背竹洗了个根系啊，可以咱们拍盆壁啊，或者是扶着这个茎干啊，咱们给它墩盆。咱们周边的土是吧，铁砂掌是吧，往下压一压啊。你不管是正掌你还是反掌啊，都可以啊，只要给它压实就可以。周边土压实，墩一墩啊，中间的空洞一定要把土墩进去，这个是必要的、必须的。换的花盆不要太大啊，不要怕它生长不够啊。龟背竹的根系它有这个特点，就是什么？你花盆越大啊，它这个出根越多。是吧？咱们尽量的小点花盆，让它出根上面去分化什么？去分化这种毛细根啊。这种根系是主力的吸水吸肥根。咱们浅埋浅种，茎干啊，茎干位置尽量的给它露出来啊，不要给它埋的过深。哎，有人说埋的不深，它怎么样？倒啊，一般都会倒。咱们加1到2勺这个微生物有机肥是吧？刺激它快速长根儿啊，加快它的覆盆速度啊，还能调节土壤的酸度，预防土壤的板结。然后咱们可以把它拿到你家卫生间啊，放在地漏的位置，把定根水给它多浇一点啊，浇透浇足它。那么如果说浇完定根水它还是倒的话啊，咱们可以找个棍儿或者竹竿啥的都行，或者说你吃串剩的那个铁签子是吧？都可以啊，咱们给它扎到土里，咱们用这个棍儿啊，稍微的给它固定一下，后期根儿长出来了，根系抓住土了，它就不再倒了。如果说龟背竹你想要控型，想养老桩，这时候要注意了啊，咱们去观察长这个气生根的这个位置啊，一般情况下气生根这面它是背对着光线，这个长叶的位置是正面朝向光线。啊，这样它这个叶片比较正啊，咱们平时不要去转盆儿啊，后期它长出来的型比较好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换完盆以后什么时候扶盆了啊？刚才让你说，咱们记住什么老叶片是吧？最下边的啊，离这个根儿最近的这个叶就是最老的叶。如果说换完盆以后啊，老叶出现打卷、萎蔫啊、均匀的发黄这种现象，新芽长时间的不生长，这时候多半什么？多半这个龟背竹啊没有扶盆，新根没长出来。如果消耗到1个叶片啊、2个叶片都出现这样，那咱们可能就再重新换一下啊，可能是烂根了，是吧？咱们换土的时候可能根儿给干折了，是吧？主要就看这2点，新叶和老叶的一个变化。如果说这个老叶没有这个打卷很严重啊，稍微有些蔫巴。那么这个没有问题啊，咱们适当的调整光线，别太晒啊，或者说你别长时间的不浇水，那么就 OK 了啊。那么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，别忘了点亮关注啊。